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这一轮是挑战赛，我特别害怕。朋友给我想办法，说那到时候你就放狠话，谁敢挑战你，你就嫁给他。我说那不都得站起来呀？我还不知道他们爱江山更爱美人。我想好了，我也不紧张了，反正今天要么晋级，要么办婚礼。肯定都是喜事儿。大喜的日子里，咱们聊一聊父母。哇，好顺呀！我经常在段子里吐槽父母，我也问过，你们会介意吗？我爸妈很实在啊，说家里也没啥能给你的，就给你点素材吧。吐槽归吐槽，孝心还是有的。我把这些素材写成段子，变了线，就给他们买点东西。我们已经有默契了。去年我给家里买了一个高档按摩椅，我妈妈吓坏了。你又把我骂成啥样了啊？用了几天之后，我爸说这个椅子哪儿都好，就是总感觉在戳他的脊梁骨。去相亲经常遇到很孝顺的人，说希望我能把他的父母当成我自己的父母。我说你确定吗？你父母的脊梁骨受得了吗？家里也不图我什么，这些年对我就2个心愿：一，考个公务员；二，找个公务员。排名不分先后，但我至今都没有做到。我爸爸的眼睛里现在已经没有光了，他说走在路上都感觉人家在笑话他。我很想知道这个人家到底是谁家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肯放过我爸爸？其实，在我们村里啊，最大的不孝就像我这样，30了没有稳定的工作，也不找对象。我现在回去都不敢多逗留，往村口一站，那就是顶流，就是舆论的漩涡。什么单身狗已经是好听的了，据说我现在已经离过2次婚了。更离谱的是，因为我跟黑灯关系好，说我跟一个盲人在一起了，眼神不好才看上我。黑灯下的火速澄清，我没有看上你，我都没有看见你。我妈说不行，得回来，得亲自打破这些谣言。我就回老家跟着吃了一个席。哇，那个席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审判我，那都不能叫开席，那叫开庭啊。他们那个眼神啊，就是你怎么敢的呀？你怎么敢活得这么爽？有个大爷话都说不利索了，还要坚持当审判长。他说我现在20、30潇洒，40、50肯定后悔，70、80老了瘫了没人管，几句话概括了我一生呀。我说大爷，你保重身体吧，等我到了70、80，你来管我。他说我哪能管那么远？我说但你管得宽呀。回村没有治好我的精神内耗，治好了乡亲们的精神内耗。以前大家说我学习好，现在说学习好有什么用啊？以前说我考出去了，现在说考出去也嫁不出去。这还是村民吗？这不是预言家吗？那个席上大家对我的评价就分成了2派啊，一派叫读书读傻了，另一派叫读书读野了。别人是又蠢又愚，我是又傻又野，怎么听都不像好话呀。那还好没读博士，要不然就是傻野博士。我说我做不到，让大家都认可我。他们说那你是怎么做到让大家都不认可你的？这时我妈坐不住了，哦，她都怼了我好几下，说你赶紧闭嘴吧，我还要在这个村里混呢。就开始道歉，说我不懂事儿，非常好。别人说我的时候，他唯唯诺诺；我说别人的时候，他重拳出击。我妈就赶紧转移话题，让大家都给我介绍对象，生辰八字都准备好了。
这个席突然变成了我的订婚宴，我又被包围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我只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不是黑灯啊。我就给他们看了王嘉尔的照片，我三姨眼睛一下就亮了，说：“哎呦，这么帅啊，这小伙子哈，这不是王嘉尔吗？”他眼神也不好了。星星，你眼神最好。我知道大家都是关心我，想让我早点遇到那个对的人嘛。我也希望这个人你赶紧出现吧，要不然等我火了，咱俩就对不上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哇，还真是红气养人哈。准备好了吗？女团来了。我今天都想，要不然直接我们13个就成团算了。比什么赛？这个比赛把我搞疯了。我虽然进了，但我每次分数都不高。上一轮我就觉得是时候拿出我最好的段子了。玩什么田忌赛马？我要惊艳所有人，可太惊艳了，倒数第一。下台我就哭了。当时黑灯在我旁边，他也没说啥，默默地去给我拿了饭。平常都是我给他拿饭，我哭得更大声了。这什么行为？乌鸦反哺。那我得吃啊！打开一看，拿2盒菜没拿饭，啥意思？我这么菜吗？脱口秀这碗饭我吃不上了吗？很敏感，也很脆弱。我那几天根本听不得倒数第一这几个字，碰到个3轮车倒车请注意我都听不得。我说有什么可注意的？他一直很努力，一直往前冲，就是倒了一下，有什么可注意的？师傅说要不你还是注意一下吧，快压你脚了啊！能听出来我性格特别的要强，也经常内耗。为此我还去医院做过那种心理测试，我怕测出来我有病，提前在家刷2套模拟题，是不是很要强？为啥是2套呢？因为第1套做出来真有病。医生就说了，说你放轻松，你要知道你没有那么多观众。我说我有，你才没有。我当天就换了小璐姐的医生。我也想当超一流女演员。好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一点儿也不松弛。我从小受的教育就很难让人松弛。我爸经常跟我说要争气，虽然咱比人家穷，但咱不比人家差。我说咱主要是不诚实。怎么不比人家差？咱连学费都交不起，每次都要拖几天。老师问我啥时候交，我说不着急。我虽然没有交，但我也没有学。人穷志不穷，一点便宜不占。但我成绩还挺好的啊。老师都感慨说，人唐湘玉家里这么穷都不放弃，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？同学们面面相觑，什么理由？不努力还有理由？他努力不是因为他家穷吗？我说你可小点声吧哈。学校呢很重视我，经常让我去做那种励志演讲，我讲完他们就哭，也不捐款。我都这么穷了还消费我。青春期的自尊心格外的强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好好努力考第1名，让人家忽略掉穷这个光环，都已经是个光环了。我发了很多奖状，还上了报纸。结果那些奖状和报纸都要强调一句家境贫寒，我越努力我家越贫寒。有一些为了煽情写得很夸张，几乎把我写成了孤儿。我爸看了报纸说咱家这么惨吗？我说爸你知足吧，下一篇都没有你了。家里都求我说别再去演讲了，想要啥给你买点啥行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要了一件棉服，有毛领子那种。毛领子什么概念？我们班花就穿毛领子的，我天天穿。开春我不是班花啊，
开春了太热，把毛领子卸下来，缝在校服上也要穿。那时候就有人开始传，说初三有一个座山雕。很时尚，这就是我的青春。我的青春也不是全是伤痕，全是伤痕。我本来以为也就这样了，不会有什么故事了。直到有一天放学，我遇到了一个骑鬼火的少年，他跟我要钱。我说你可真是有眼不识座山雕啊！你是不是穷疯了？我什么身价？只要我略施小计，我可以让你给我捐钱。他当时那个表情啊，就是这个女孩好特别，见过横的，没见过又穷又横的，被我怼得面红耳赤，整不会了。我骑上摩托这么穷就跑了。我说你说谁穷？我三轮车嘲笑我，摩托车也嘲笑我。1周之后，他来跟我表白了。这有什么好意外的？《流星花园》没看过吗？像我这种贫穷、倔强又耀眼的少女，一定会引起道明寺的注意。唐三太。表白很用心啊，用的是当时最流行的方式，围了个心形，点蜡烛，很浪漫。但用的是家里停电时候那种白蜡烛，起鬼火还点鬼火。老远一看，我寻思跨火盆呢，毛领子差点给我点了。我没有答应啊，肯定不能早恋，后果太严重，万一被发现了，全校通报怎么办？通报上又写家境贫寒怎么办？这事儿呢都已经过去很久了，距离上一次比赛也过去半个多月了。我已经好很多了，我现在非常松弛，能看出来吗？你能看出来吗？我已经想通了啊，倒数第一怎么了？那至少还没有淘汰，3菜就算菜，还能继续比赛，还在桌上就有饭吃。我把今天当成我最后一顿饭，我使劲吃。我不光要吃饱，我还要吃好。我不光要3菜，我还要1汤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唐香玉。之前参加了脱口秀节目，当时我还是我们村里第1位女硕士。节目播出之后，现在是村里第1位女艺人。我们家族连夜修改了家谱。以前给我写的就是唐氏4子长女，连个名字都没有。现在给我改成唐氏4子长女相遇（括号上过脱口秀节目）。还说以后我每上一个节目就再给我加一个括号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，将来很可能给我单独建一个祠堂。去相亲也有优势了，人家说我有车，我有房，我说我有个祠堂。家里还是在催我找对象，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，连我弟都快结婚了。我爸愁坏了，他说你到底结不结？你不结，你弟还得结。我说他又不是跟我结，这都得赔一个吗？我现在还不想结，我妈说我知道你不想结，但你先结。问题是我跟谁结？他急了，你先别管跟谁结，你先结。我已经听不懂了，都说现在婚姻自由，没想到这么自由哈！这玩意儿都能预售了吗？到时候去民政局登记，人问我男方呢，我说你先别管，你先下单。30个工作日肯定发货。家里很怕我将来没有人要，从小就给我预设了一个婆家。4、5岁的时候就跟我说，你不叠被子，以后婆家笑话；不会包饺子，婆家笑话。所以我从小就觉得
跑家好像不是啥好地方。我从幼儿园就开始恐婚了。那时候你要跟我说狼来了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。你要是说泡泡来了，那我就想从学校里逃学也得回家叠被子，一边叠被子一边包饺子。不光父母催啊，亲戚们也来操心。有个大娘，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忘了，却还记得我的年龄。30了哈，可留不得了！我吓一跳，是要除掉我吗？他说再不找，就真的没有人要了。我说那你就除掉我吧。还有人来提醒我，你弟的媳妇儿将来进了门，以后你就是外人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只知道嫁出去了是外人，怎么嫁不出去也是外人？我到底是哪里人？啊，里外不是人。他们的意思是家里的房子要给我弟，以后我回去可能都没有自己的房间了。我弟一听就急了，凭什么呀？不是说给我买个新房子吗？他们把这个矛头转向了我表妹。你姐姐已经魔怔了，你要是不赶紧成家，以后就跟她一样，到处漂泊，没有人管。我表妹都要哭了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？这俩她当场发誓要成为村里第2位女硕士。啊，生育率没帮上忙，升学率我带起来了。我说表妹，你千万别害怕，没有家不要紧，咱还有个祠堂呢。你也别叫我表姐了，叫我堂姐。我不是不想结婚，只是还没遇到合适的。就像现在，我也没想出合适的结尾。但我决定听我妈的，不管了，我先结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谭玉，谢谢。我好美是吗？那你养我呀？啊，怎么场子突然变得这么的有点悲伤啊？没有关系，我这一篇是纯骂人，没有任何意义啊！大家好，我叫唐香玉。我平常的工作除了说脱口秀，也做短视频。短视频呢，经常会遇到一些争议。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吐槽了宝宝碗。宝宝碗在网上还挺火的，大家知道吧？知道。啊，就是有一些情侣吃饭，2人点1碗，男朋友拿个小碗给女朋友分出1口，有的还炫耀说没有被偏爱过的女生不会懂，谁没有男朋友做的宝宝碗，谁就是没人疼。啊，这太好笑了！我就发视频吐槽了这个事儿，谈个恋爱的还吃不上饭了呢。结果在网上被骂了整整2天，说我见不得别人幸福，缺爱，心理变态。更离谱的是骂我寡妇，长得克夫。我说我咋找不到老公呢？哦，已经被我克死了呀！还艾特男朋友来骂，骂贼难听。我说你再骂，我就克你了。我不光克我自己的夫，我还克别人的夫，我人尽克夫。再加上营销号的各种搬运啊，这个事就闹大了。当天微博热搜迅速冲到第8，力压马斯克。老外我照样克。啊，来的都是客。热度越来越高，删了也没有用，删了又跑到我其他视频里去骂，株连9个视频。就在我实在受不了，准备要退网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啊！转折点来了啊！我的偶像王嘉尔官宣了国内巡回演唱会，咔咔几个热搜，直接把我顶下来了。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了，我根本不是没人疼。
没有被偏爱过的人不会懂。听出来了吗？我已经疯了，跟人家有啥关系呢？但一个普通人热搜上挂一天，就很难不疯啊。我啥也不敢发了，这个活风险太大了。我突然觉得吃男人给的饭也没啥不好的，我也找个人养我吧，谁找不到呢？我连夜注册了一堆社交软件，专门匹配厉害的，最起码得是男硕士，全日制的啊。我的最爱，筛选出很多有联合国什么项目的大使，福布斯青年领袖，还有探险家。哇，探险家！上一次看到这个 title 还是哥伦布。我很俏皮的给他发了个语音，我说最近有没有发现新大陆？他说他喜欢玲娜贝尔，不喜欢新大陆。这样的口音条件，我俩还聊了3天。第3天，他就想来我家探险。我都不知道我家有危险。我说那你能不能救救我？我把热搜发给他。他说对不起，打扰了，你别挂我可以吗？只有一个弟弟没有退缩啊，还得是年轻人啊。他是一个00后，比我小7岁。啊，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坏。弟弟虽然年纪不大，但特别 man， 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男子汉。就很喜欢管着我啊，跟我说话都是你给我好好休息，你给我好好吃饭，这也太霸道了。马斯克见了也得叫声总裁啊。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：“你给我买双鞋吧。”我说：“那我还是给你好好吃饭吧。”还特别喜欢说：“我带你去啊，带我去迪士尼。”但攻略我做的，票我买的，这个带体现在哪里呢？是带我坐了地铁吗？我会坐地铁呀，要不是你，我都打车了。就甚至我朋友圈发过的旅游的照片，他转发给我说下次带你去。你们可能我发了是我去过了，我又不是偷的别人的朋友圈。行，那你带就带吧，我看你怎么带。全程就给我买了1瓶水。原来是小额带啊。没有这瓶水我就渴死了呢。我说你可别再带我了，我现在都害怕，将来你走的那一天，会不会也要带我一起走？他说这就是一种说法啊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他面前，我可以永远做一个小女孩。这也太宠了吧！但现在这个小女孩要自己养小女孩，还要养你这个小男孩，好像比我当独立女性的时候还要独立啊，甚至有点为母则刚了。怎么人家找对象有颜有钱，我找对象儿女双全？他说这就是问题的所在，你发现了没有？就说我这个人嘛，性格太强势了，说在我眼里看不到对他的崇拜感。男人都需要崇拜感。我说你花我的钱，我还要崇拜你，我咋不祭拜你呢？小小年纪咋爹味这么重呢？我上网还查了啊，说这种叫爹系男友，这个名字一听就有伦理问题。我这是真的，我这个还存在赡养关系。不上班我赡养你啊！终于扣题了。网上对爹系男友的评价还挺高，说是遇到这种男生会很幸福，会把女朋友宠成宝宝。我一看宝宝，那不行，那我的碗岂不成了宝宝碗？我这不是背叛了我自己吗？所以最后我说，要不咱俩还是算了吧。不是我不孝顺，实在是忠孝不能两全呀。好，大家谢谢，祝你们开心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唐香玉，今年30岁，单身，至今未婚。我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，为啥对这个事儿这么大情绪呢？因为我有一个很厉害的3姨，
一直盯着我的婚姻问题。我三姨什么人呢？知名媒人，乡村丘比特，在我们当地说媒几十年，所到之处狗都没有落单的。巅峰时期给村里的老赖都说上了媳妇儿，简直是功德无了。但我一直不找对象，很影响三姨的口碑，所以她现在是个男的都先介绍给她外甥女，不管有啥毛病。太厉害了，我觉得她已经不能称之为媒人，她是猎人，狩猎范围相当广，既能给我联系到上海外企的白领，又能给我找镇上二婚养牛的。养牛挺好，二婚也可以，主要我小时候被牛顶过，受过伤。他又长得咋说呢，跟牛魔王一模一样，长得太敬业。三姨劝我了，说你别挑长相，人条件不差。我说那是啊，将来带出去，谁不说一句你对象是真牛？他说你管这些干啥？你要是跟了他，没别的，光牛肉都吃不完。我说就没别的了。你还是说点别的吧，我没有那么爱吃牛肉呀。三姨说那毛肚吃不吃？牛大哥其实人不错，聊了不到半个月，我就学会了养牛。我打听了一下，他老婆跟他离婚之后自己干也养牛，也就是说跟他有过情感纠葛的女人，都闯进了畜牧业。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说比起婚姻，你可能更适合干培训。授人以牛也很牛，跟他比起来，白领哥的花样就多一些。我俩都在上海嘛，他一直说想约个饭，但迟迟定不下吃饭的地点。我寻思是不是怕花钱呀？那我来定也行。他说绝无此意，只想找一个能看到东方明珠的饭店。外企是讲究用东方明珠下饭。然后我们俩去了东方明珠旁边的海底捞。完全看不到东方明珠。吃着吃着，他突然说要对他父母好，他父母都没吃过海底捞，这孝心也太突然了。旁边的服务员都不敢动了。完了，我也没有服务过我的父母，当时就要买火车票回老家给父母洗脚，做美甲。我也不知道说啥，我说那咋办？那让你父母来一起吃。他说父母都在老家呢，没有来过上海，越说越伤心。最后发誓一定要带父母看一次东方明珠。眼看要哭了，我赶紧安慰他，我说这个事儿也不能怪你，主要责任在东方明珠。他在上海这么多年了，都没想过让你父母来看看，长个大高个子，一点人事儿不干啊。当天晚上就把我拉黑了，把三姨也拉黑了。三姨气坏了，说人这是孝顺，你挑啥？我说跟他在一块儿，我觉得我不孝顺。他爸妈没看过东方明珠，我爸妈还没坐过航空母舰呢，这去哪说理去？太伤人了。好不容易有一个男人愿意把心掏给我，居然是孝心。我也想跟三姨好好说话，像从前那样，但现在2句话就能扯到这些事儿上。前2天给我打电话聊起来，说一起跳广场舞的认识了一个姨，脾气好，人也勤快，要是能给我当婆婆就好了。我想问那个姨做错了什么？那个姨甚至都没有儿子呀，就要给我当婆婆了，这是什么模式？消失的她。老公已经这么没用了吗？哦，人问我你老公呢？我说还没出生呢。太独立了，咱们独立女性就找独立婆家。好像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找个好婆家，从小就这样。结婚真的太重要，有什么好东西也要留到结婚。我们家有一床蚕丝被，距今已经有13年的历史。我说我这辈子没盖过这么好的被子，能不能盖一下子？说行，结婚时候给你。现在不行。我不得不去查了蚕丝被的使用禁忌，是不是未婚盖了不吉利？什么蚕这么厉害？哦，脑蚕啊！
我讲这些哦，也有人问我3姨会不会生气。其实我在我短视频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她就是不往心里去，就是不跟我断绝关系。我今天借这个机会也想跟3姨说，为了你的事业，我真的尽力了，但我也要搞事业。我知道你也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嘛，但你还记得吗？我会养牛，我能把牛养好，也能把自己养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虞书欣。大家好，我是虞书欣。大家好，我是虞书欣。终于来到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了，我非常的紧张。刚才演员们的舞蹈我看了，很幽默，但是呢，都把我跳内疚了。4年了，也没有一些新的音乐代表作给他们表演，是我太不努力了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大家以后可不可以别的对着我哇哦和 yes OK 了？哎呀，早就听说脱口秀爱冒犯人儿，果然我今天一到后台就被冒犯到了。刚刚那个发型师一直在找发夹，不停地问我夹子呢，夹子呢，我什么意思呀？这个人也太唐突了吧！哎，又回到爱奇艺了。上次在这里参加的还是《青春有你》，那个时候天真姐也在，也和现在一样，我站在台上，你坐在台下。天真姐，我想，为什么不光我的青春有你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我的好贝贝。最近呢，一直在拜读天真姐的新书《去遇见》。这本书呢，真的非常的有深度，能学到很多东西，我推荐大家都去看一下。但如果你是那种不爱看书，看2、3页就放下的人，我就更推荐你们看了，因为这本书的前2、3页是我写的序。总是有人说现在的网络舆论环境越来越差了，但是对我来说呢，我怎么感觉大家好像都越来越喜欢我了，都在夸我，我都奇怪了，明明我从来都没有变过呀。前28年呢，大家都说我做作的不行，但是今年网友突然开始帮我解释，原来我这个不叫做作，我这叫搞抽象。谢谢21世纪善解人意的网友们和爱我的粉丝宝宝们，这件事情告诉我，只要你坚持做自己，总有一天观众们一定会见怪不怪的。最近呢，很多朋友都在看中餐厅，还因为我在节目里帮小明哥拍写真，大家都说我是去达人觉得呢，在我的镜头里，所有人都可以美美的、帅帅的。来到节目组，他们就问我，那脱口秀演员也可以拍的美美的吗？不可以，是不可以拍啦，因为我今天刚好没带相机，然后昨天风太大了，然后我的手机也刮花了，今天在减肥，然后饿的手有点抖，可以放过我了吗？大家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来参加这个节目呢？因为有一天我收到了《青春有你》的制片人江斌先生的微信，他说只要我能来，必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。我就想起了3年前我艾特他的那条微博，心里想，莫不是那东西他又缺了吧？好吧，那我就姑且再信你一次吧。谁让我是人美心善的星星子呢？开玩笑啦，在我看来，脱口秀它有真诚又有温度，还能让我们感受到那种 lay back 的快乐。希望这次参赛的选手们能放松心情。如果你们紧张的话，可以看看坐在底下的我，我会给你们加油，但不会给你们加分的。好了，不搞抽象了，我是虞书欣，娱乐圈中名列前茅的普普通通的小美女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翟佳宁，谢谢。这个半决赛了哈，
说实话，现在什么心情就很羞耻，没想到得跳那个 Yes OK 了呢，朋友们。咱聊点更羞耻的啊，聊聊爱情。我也有过爱情，冒犯了啊，冒犯了。真的，我曾经有过爱情，我特别喜欢人女生，朋友们，但我真不太理解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啊，人给咱定的一些规则。朋友们，真的，你知道人女生都非常可爱，对吧？她想把我也变得非常可爱。跟我说原话，说翟佳宁，你看哈，咱俩现在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吧？那我就不能再继续喊你叫翟佳宁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得管你叫小笨猪。朋友们，你看我这张脸了呢，做梦我都想不到有一天我能跟这动物发生关系。他说：“那你不能继续喊我名字，你把我备注给改了，改成叫小粉猪。以后咱们俩发信息打电话之前，必须先哼哼。”朋友们，真的，我30周岁了，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就早晨坐地铁就看着有个男的，正好这德行，30来岁了，站在我旁边突然掏出来手机就哼哼，那我必须跟他说一句 Yes OK 啊。完了，朋友们，哎，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喜不喜欢看对方手机？人女生喜欢定期给我玩游戏，就每隔1周左右的时间，打开我那个抖音短视频，往上刷10个视频，数一数能蹦出来几个美女跳舞。我真的，我从来没这么痛恨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了呢。就你每次站在旁边看他刷，你那个心情不自主的忐忑微妙。第8个没有，太好了；第9个没有，马上完事儿了；第10个啪蹦出来一个美女。我当时感觉我死亡证明都出来了，真的哎！我后来朋友们，我还仔细思考了一下，我感觉这件事很大一部分责任就赖咱手机。朋友们，你想哈，咱现在都是智能手机，对不对？人脸识别解锁，手机它天天看我好几10遍，那咱讲理，他手机应该认识我呀。那你说你突然看见一个陌生女生搁这刷你，你作为一个人工智能产品，怎么这点人情世故你都不懂呢？我就感觉这短视频就应该给咱推出来一个女朋友模式，放在后台就藏着。就当你突然看见一个陌生女生搁这刷你，就应该使点气儿，连续蹦出来10个和尚敲钟的视频，还咱们爱情的和谐啊！完了，朋友们，对于我这种纯直男，最难的一件事没有之一，我最不会干的一件事就是回人女生发来的微信消息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就谈恋爱的时候吧，难免爱给对方发那种就是已经有结果，咱却帮不上忙、回答不上来的问题，就是好累呀、明天要上班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6点半也得起呀、我都想起来我当年高考答语儿阅读理解的状态了。我好困，我说那困咱倒是睡呀、倒是。那我好困，完了还不睡，那到底表达作者什么思想感情啊？那到底？而且朋友，我发现然后最难的嘛，不是说咱不知道怎么回人家，最难的就是当咱思考应该怎么回人家，思考时间长了，中间没回人家，突然我好困，底下啪，小姐姐发来个问号，那就完了，那是到点收卷了，那就是。哎，我为了解决回女生微信消息的问题，我付出了很多努力，真的朋友们，我现在手机里多下了200个表情包啊，绝大部分全是粉色的。像那个玲娜贝尔、卢皮、草莓熊，我跟他都好朋友都这个。我数了一下，哎，其中117个是那个叫贴贴的表情包啊，贴贴。各位兄弟，相信哥们儿一句话，一定要学会贴贴着呢。贴贴可太好了，贴贴基本上能回答对方任何喜怒哀乐。你试试去，我好饿呀，贴贴。我好困呐，贴贴。翟佳宁，我和你妈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我先贴贴着呢。我永远忘不了朋友们，哎，我曾经陪他看过一个综艺节目，那个恋综，真好看。给各位没看过的朋友科普一下，这个节目是干啥的？我看了一下，这个节目就是把4个男嘉宾、4个女嘉宾放一个大别墅里，让他们朝夕相处1整个月，月末选择心动的彼此。朋友们，真的，我当时陪他看，我在想，我说能和4个美女搁一个大别墅里朝夕相处1整个月，这哪是心动的信号？这不向往的生活吗？这不是？但就是咱也不敢太向往啊，
因为那里头所有的男嘉宾都太优秀、太帅、太有钱了。我女朋友特别喜欢一个男嘉宾，他有一个英文名叫那个威廉。这么多粉丝，你看，哎，就各位男观众，哎，咱们想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假如啊，你一个月咱就能挣4500块钱，你敢叫威廉吗？像我这种底薪就3700块钱，我也有英文名啊，就 loser 就是。朋友们，我真不太理解，就为什么这种恋综啊会专门请6个明星过来就来看这个节目，叫什么明星观察团，用你观察吗？我看他们就没有别的事儿，就放大人家任何一个互动简单的细节，就很简单。威廉在厨房和一个女生做饭，人好心好意从后边给威廉系围裙，这时候明星就说了：“这威廉怎么回事？”人家女生给他系围裙，威廉脸上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呢？我说什么玩意儿？真的朋友们，我想就我搁厨房和个女生做饭，人好心好意从后边给我系围裙，我要是笑了，那不变态吗？那不是就。系紧点啊，很难想象啊。所以朋友们，最后啊，我给各位讲一下我们直男最喜欢啥。我反正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奥特曼。真事儿，你都不知道我跳完 ESOK 得看多少遍奥特曼才能缓过来。所以朋友们，我跟你讲，我最生气就前2天有个新闻，你知道有个家长说那小孩就上小学看奥特曼就学坏了，开始变得暴力和同学打仗，并且模仿奥特曼说我要打死你。朋友们，我就很生气，我看了20年奥特曼了。我就问一句，哪个奥特曼说过我要打死你？我看20年奥特曼，我记得奥特曼拢共就3句台词啊，就是恰，恰，还有叮咚叮咚叮咚。讲到这儿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灯。很高兴啊，比到半决赛了，其实已经非常满意了。决不决赛的其实都无所谓啊，大家根据自己喜好投票哈，就是喜欢谁就投给谁，帮他晋级啊。但是投给我呢，还能额外再攒一份功德。投完这一票，你2024年助残 KPI 都完成了。下次在地铁口碰到那要饭的，你就理直气壮，你说去你的！老子给黑灯投过票。屏幕前的也可以参与啊，把黑灯冠军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。2013年啊，去了一趟西藏，啊，当时就觉得视力在逐渐下降，我说要不然趁现在还能看到一点，赶紧去看看，对吧？当时呢，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户外用品店，黄了，啊，把店就关了，分了分，我分到了1万块钱和66双登山鞋。我说就这1万块钱，我就花了它，开心开心，随便花，家里人也不可能再说什么了，我都瞎了，我花你们点钱怎么了？冲动嘛，青春就是燃烧一把。背了个包就上火车了，从无锡上的车坐到拉萨，48小时硬坐，坐到青海人就不行了，腰要断了。后半段就是硬坐，坐一会儿在凳子上这么跪一会儿在那扭。火车上睡觉还感冒了，下车之后去住宿，一进那个青旅我就知道来对了，符合了你对西藏所有的幻想，什么神秘的雪域高原一模一样，就汇聚了全国的傻缺文艺青年，非要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。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，我都震惊了。我说杀人就这么唱也太狂野了。我就跟他们去唱歌喝酒，那老板也很热情，说今天酒我请客，随便喝不要钱。我说这种人都能开店，我的店怎么就开黄了？我喝，哇！我让他知道社会多么险恶。我喝到他起舞弄清影，我喝死在人间吧他。喝酒唱歌搞到凌晨2点多。回去躺到床上就发现不对，发烧了，多少度我是不知道，但脉搏数了140几，要这么烧下去，当天晚上青春就烧完了，吃不消啊，谁能这么燃呢？哇，想办法赶紧爬起来，物理降温，我去洗了个冷水澡，3分钟之后又复燃了，坚持到天亮，赶紧去医院，大夫其实一看差不多就懂了，典型的高反症状，但是他还很谨慎，还详细的问我说：“你感冒了？我听你声音。”我说：“对的。”他说：“什么时候来的？”我说：“昨天晚上10点钟才下火车。”他说：“喝酒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喝了。”他说：“洗澡。”我说：“也洗过了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来找我是什么意思？你后悔了是不是？”
突然不想死了。你要这么玩，那不就自杀吗？那不就是？上高原3大禁忌，千万不能感冒，1星期之内不能喝酒，不能洗澡。我不到4个钟头就干完了。他又给我又是挂盐水，又是吸氧气，我那趟总共玩了不到6000块钱，看病这么一下，氧气什么1500。你吸上之后头就不疼了，烧也退下去了。回去之后，青旅的人一天没见到我，说你白天干什么去了？神神秘秘的一个人。我说神什么？我差点死了，搞反了，挂盐水1500，捡回1条命，是吧？他们说贵了，贵了就是我这条命1500都不值。人家自驾撞死一头牦牛赔了8000。他说你不懂，拉萨街上走几百米就有一个岗亭，里面都备着氧气瓶的，你随便溜达就行。看一岗亭，咔往那地上一躺，没有3秒钟，里面工作人员抱着氧气瓶冲出来，摁在你脸上吸，那个1毛钱都不要。我说不要脸的人先享受世界。还能这么玩，果然是万能青年旅店。住过吗？青旅，上下铺那种，6人间、8人间，对吧？我住了个28人间。28人间什么概念呢？不太像人间了都，住的都是妖魔鬼怪，那种最异的异人。跑到我跟前第一句话，哎，来了。我说他谁呀？这是。后来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打招呼的，哎，来了，怎么来的？你俩怎么来的？2个小姑娘说，我们从成都走过来的。那大哥愣了一下，我就知道了，艺人只有神经病能治。走了3个月，2个小姑娘晒得没有人样了。为了防紫外线嘛，戴个墨镜，最后就2个眼睛是白的。你不看那个照片不仔细，你还以为大熊猫底片吗？这是。一个50多岁大哥说，从云南骑自行车骑到拉萨，28大杠。他为了省点钱，自己带个帐篷，天天在国道旁边扎营。50多岁的人了，中二到什么程度呢？他骑到半路，也不知道听说哪儿地震了，热血一上头，把帐篷捐了。后半段大哥就不露营了，就是露。骑到天黑，把车往旁边停，自己直接躺在地上。我说真仗义，八方有难一方支援。我都心疼大哥，我说躺地上不冷吗？你盖个自行车吗？你倒是。我在旁边听他们聊，我都不好意思插嘴，因为我毕竟是坐火车去的。后来听到一个大姐，他们还问我说那个，哎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你怎么来的？我说你要问的话呢，我算是跪过来的。他们说这个是信仰的力量。后来是听到一个大姐，她说她是坐飞机过去的。我感觉刚才我还跪在那儿呢，噌一下就站起来了。她把狗也带上了。她说出去玩10几天，把狗关在家里，狗肯定会抑郁的。一个快乐小狗活着要是不快乐，那和做人还有什么区别？打个包把狗托运了过去，同一趟飞机一下来之后，连人带狗一起搞反了。我也是那天才知道，哦，狗也会搞反。他在机场里面买了个一次性的氧气瓶，就这么人一口，狗一口，人一口，狗一口啊，勉强保住2条命，一条是狗命，另外一条不是，就他说那怎么办呢？还是让他抑郁吧。那个快乐小狗活着，最重要的还是活着。打个包又把狗寄了回去。你说这狗怎么想？狗说你遛狗呢，你是不是遛狗呢你？我是喜欢出去玩，但你不能这么玩我呀，对吧？一日游几场，无氧皆有氧。听了这么多之后，后半程彻底就骚动了，因为那些普通的旅游项目根本满足不了我了。你们理解这种心情吗？我本可以忍受黑暗，如果不曾见过这个太阳。就想找刺激玩野的，后来在路边拦车，知道这个手势吗？顺风车啊，停下来你往上爬就行，也不用问搭，不用给钱，搭到哪算哪啊。但是男生不太好搭，一个男生还能试试看，2个男生听我劝一句，趁早绝了这个念头。往那一站，2个男的拦车，不会有人敢停车的，因为他不太确定，让你俩搭上他的车之后，会不会还得搭上他的车？玩了1个多月，啊。说实话，去之前其实挺 emo 的，
也不只是我这个眼睛状况导致的，我觉得可能生活在大城市，当代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焦虑，被那个社会始终推着往前走。22岁得本科毕业，不弄个研究生你找什么工作？大学没考上是不是只能送外卖？考上大学学个哲学是不是还是送外卖？就永远在焦虑，在比较。但是你去玩一圈之后，你就知道了，什么工作、编制、学历、户口，这狗屁玩意儿，去你的吧！一路上见到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有工作的，人家玩的可开心了。我觉得高原反应可能就是上了高原才能反应过来。就城市里那些生活是不是每个人的必须选择、唯一选择？不一定。我在那吸氧的时候就在那想，就一边吸氧一边想，就吸氧想，吸氧想，想。人家根本就没有工作，玩得这么开心。我说会不会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没有工作呢？一下就想通了，对吧？就心态就彻底放平了，就可以回家接着找工作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今年节目播出后呢，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啊。我最近过得比较的煎熬，因为收到了很多的夸赞。哎，我这个人特别怕被别人夸，每次别人夸我，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我要反驳他，让他觉得他错了。哦，前段时间还有人夸我说啊，小洛，你也太好笑了，你的结婚段子太炸了。我说哟，没有，我一点都不好笑啊，是新郎太可笑，你结你也炸呀。对方说，哎，那倒不用了，你今年还时尚了很多呢。我说，哎呦，时尚啥呀？时尚，这不都装的吗？哎呦，私底下土的要死，我每天都在家唱布鲁 biu 布鲁 biu， 空隆康啷康啷康，空隆康啷康啷康。我知道这个梗非常的羞耻，但是也不会比我被夸更羞耻。我这种被人夸就觉得羞耻的心理，朋友告诉我叫做不配得感。哇，对于不配得感，我可太有配得感了。我到现在为止，每次脱口秀表演，只要超过5句话没有梗，我就觉得自己不配站在台上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紧张，这句才是第5句。只要超过7句话没有梗，我就觉得自己会死。所以每次上台，我都像是曹植在给曹丕讲脱口秀。我还很害怕过生日。就怕别人对着我小鹿生日快乐呀，生日快乐呀！哎呦妈耶！因为我觉得我也没做对什么呀，我不就是被生了吗？不值得这么祝福呀。所以每次我都很局促，局促的像被爆了什么黑料一样，恨不得一个劲在那说：“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很抱歉，占用了公共资源。”我的确是出生过啊，那你们就当我没有出生过好吗？不要再祝福了，也不要买鲜花和蛋糕啊，我花粉过敏啊，吃蛋糕会死。听到生日快乐歌我会聋掉的，不要再围观我了，再盯着我看，我就要给你们表演节目了啊！空隆康啷康啷康啷。我朋友说啊，我这种深深的不配得感，底层是因为我不够爱自己。他说我得学会爱自己。我心想啊，爱自己。人不是应该多爱爱别人吗？我从小接受的爱的教育都是向外的，你爱家人、爱朋友、爱这个世界。我一直以为爱的流动就是你爱我呀，我爱你。哇，现在突然这个爱它转向了，哎，出口要转内销了，你得爱自己了。哇，这种感觉特别像你在山洞里啊苦练了几十年的九阴真经，一出山奥本海默了。我倒不是说爱自己不好啊，我只是觉得好难学呀，啊，这相当于转专业了呀。所以我就问那个朋友说，爱自己怎么学呀？朋友说，你预算多少？给你找心理咨询师啊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自学，看了一些爱自己方面的书，小红书。以前我以为爱自己是给自己买花、买衣服啊、买香水，现在我才明白，爱自己就是重新养育自己，哎，做自己的父母，给自己买野兽派、Lululemon 香奈儿，
这是做自己的父母吗？这不是做资本的衣食父母吗？资本跟你说，你得花钱啊，爱自己，治愈你的童年。你一看那个价格，哎，我的童年是得了什么大病吗？真是的，现在就是爱自己已经成了财富的密码，总是捆绑着严重溢价的东西。你买的越不值得，越觉得自己值得。以前买东西，你问商家为什么这个更贵，商家说因为它值呀。现在你买东西问为什么这个更贵，商家说因为你值得。这叫爱自己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我消费了我自己，消费又等于爱，所以现在消费主义成了爱的教育。以后别人问我说，哎，你都没钱了还买呀？我说，哎，再穷不能穷教育。当然啊，在学习爱自己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也买了很多东西。现在没有学会爱自己，先学会了断舍离和挂咸鱼。但我发现啊，买东西既不代表我爱自己，也不会让我爱上自己。所以我决定去找一个爱自己的榜样来学习。我找到了杨天真，他到处爱自己，爱得家喻户晓。我就开始看他的书，听他的播客，哇，真的有用。我爱上了杨天真。学歪了啊！然后呢，我又找到一些形而上的爱自己的攻略来学习啊，更难的，我想去练九阴真经。爱自己攻略1啊，不要讨好别人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的工作就是讨好别人。我爱上自己那一天，就是我在台上光说话不加梗的那一天。到时候观众都会在下面蛐蛐我说：“小鹿怎么回事？一个梗不说，光自我陶醉呀。”旁边观众说：“哟，听说是爱上自己了。”爱自己攻略2啊，接纳自己的真实情绪，这个也很难做到，因为我从小学习的啊，都是掩盖自己的真实情绪，什么胜不骄败不馁，宠辱不惊，哎，不要暴露野心，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我之前参加了一个脱口秀某大会，上去就被人淘汰了。当时每个人来问我什么感受，我都在那强撑着装豁达说：“哎呦，哈哈哈，比赛嘛，有输有赢，谁都有可能被淘汰，所以也不觉得有多么的意外。”但是其实当时啊，我内心最真实的情绪是，完全没想到啊，我被淘汰了，第1轮啊，哎呀，好丢人呐！哎，还好被复活了，哎，又被淘汰了。攻略3啊，要学会跟自己相处，与自己对话。我就试着跟自己进行了一场对话啊，哎，我爱我吗？哎，问这个多见外呀！哎，爱我什么？爱我中华。又逃避我。我觉得我不是真正的爱我，我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就这次对话之后啊，我跟我自己就冷战到现在了。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梗，接下这个梗就比较现实了。我发现没有什么爱自己攻略能像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一样，实证成分5天看见99%黄金效果啊！就是现在爱自己靠自己已经不大可能了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还是得花钱。哎，果然是财富密码，我就去看了心理咨询师。咨询师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愿意跟自己做朋友吗？”我想了想，我说：“不愿意。”哎，我要是遇到我这么一个人啊，他认真勤奋，段子写得又好又快，开放麦风雨无阻，虽然有讨好型人格、不配得感，还常年焦虑，但他一直在为难自己，成为更优秀版本的自己。这样的人让人压力好大呀！啊，就你积极啊，就你上进啊！我讨厌他，我不想跟他做朋友，但我想成为他。咨询师说：“哦，你这个情况在心理学上叫做全能自恋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是吗？哎呦，我还不够全能吧？对，你认识杨天真吗？”好，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王，我爱你们，也爱自己啊。
对，最近写稿写的有点焦虑，其实想每一期都带给大家不同风格的稿子，真的已经绞尽脑汁。我都想要不我写 one liner 好了，反正这个赛道已经变成蓝海了嘛。有点焦虑，你知道，我现在写稿有点注意力缺失了。就是我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，我现在看书完全看不进去了。我每次坐动车来上海都会带一本书，到了终点就看了2页。我说怎么行万里路读2页书？真的，我现在包里还放了那本书，是一本张爱玲，现在赛程已经过半了，第一炉香还没烧完。我现在连电子书都听不进去了，我听那个武侠小说，满脑子想的都是现代的事情。我有一次，我听到一个情节，《神雕侠侣》里面那个黄药师跟杨过2个忘年之交，在那个酒楼上喝酒，然后遇到敌人，杨过就先冲上去打，就很奇怪啊，残疾人先上。更奇怪的是黄药师他不帮忙，他兄弟在那打架他不帮忙，他就是在喝酒就算了，他还说了一句很气人的话，他说杨兄弟这套黯然销魂掌使得真是目眩神驰，我今日便要以杨兄弟的掌法下酒。我听到这边我说掌法下酒，那不就是划拳吗？掌法下酒5、10、15，你杨兄弟都只能出到5。焦虑啊！其实我最近在尝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清爽一点。我在尝试戒烟了，因为我感觉我被烟困住了，这种感觉其实挺不好的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是想抽烟，我只是习惯了在这个时候要抽烟而已。比如说走路的时候，走路本身是很无聊的嘛，当你走路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根烟，你就感觉这段路走的不亏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完全不喜欢走路，1公里都要打车的那种人，但如果你给他发一根烟，你说走走，他就跟你走。1根烟抽完了又走不动，再给他发一根还能走，你感觉像在投币啊！我觉得你给他2条中华，他可以徒步进藏。所以我就想着，要不我就出门不带烟了嘛。结果我烟没有戒掉，非常的恋家。其实出门不带烟，主要就找朋友要嘛，就找人蹭烟，反正他们都会发烟的嘛，他们给什么我就抽什么，就跟化缘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吧？法号戒烟。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老是不带烟，他们就不发给你了，他们只会发给有烟的人。我说你发给我呀，他们有，你发给他们干嘛？你发给我呀，你发给他们只是锦上添花而已，你发给我才是雪中送炭。我就要你一块炭，火我自己有。有的人会建议我用电子烟来戒烟，说它这个东西可以替代真烟，你抽电子烟吗？我其实有点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电子烟它抽的那个东西是叫烟油嘛，对吗？那不是我们过滤嘴过滤掉的东西吗？啊，你抽那不相当于口罩摘下来反面拿来插嘴吗？我之前看人咕嘟咕嘟在我边上抽电子烟，感觉很像你吃火锅的时候撇了一碗沫子，然后边上说哟，咵一口给你干。我是试过的，完全没有用，造成的结果就是我抽完1根烟之后，我需要抽一会儿电子烟透一透，有种原汤化原食的感觉。他们跟我说，哎，这个可以替代真烟的，因为它也有尼古丁。电子烟最傻了，就是它也有尼古丁。尼古丁不是烟里面最差的部分吗？我为什么要找个替代品，只留下最差的部分？你会跟你朋友说，哎，你失恋了吗？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，他一切都好，但是也出轨。这么电子烟还科技革命啊，叮铃咣啷一顿革命，皇上留下了。我就觉得你保留了电子烟，它不是变成了一个纯上瘾的东西了吗？啊，哎，假如你看电影里面有一个人物他在抽烟，你会觉得是人物需要、角色需要，对吧？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物他在抽电子烟，你会感觉是演员需要。这个我就觉得用电子烟来替代真烟戒烟，就是完全是自欺欺人，就好像你说哦，我减肥我不吃碳水了，然后这边挂着葡萄糖，然后还安慰自己说我这不是一般的葡萄糖，我这个是薄荷味的斩铁剑微醺葡萄。我其实觉得，我说实话，有的时候我是想要戒掉瘾，但我不想要进入另外一种成瘾。有些人有的时候会为了摆脱一种束缚，会进入另外一种束缚。其实我当时学抽烟呢，也是想要摆脱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。当然，这是一种很廉价的叛逆。但是我有时候会想，这个事情它真的叛逆吗？啊，真的叛？老师不让我抽烟，我就去抽烟；老师不让我留长发，我就去留长发。我也太好控制了吧？如果老师有天跟我说你可以抽烟，但是你不要吃槟榔，我说好，老师，那我去吃槟榔。
对吧？我就有的时候觉得，其实我不是叛逆，只是你想做一些别人不让你做的事情而已。所以我其实现在想，我也许看不进书，但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课外书，现在看不进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课没了？就像我当时选择跑船，也是不想被现实中的事情困住，结果我被船困住了。但恰恰我唯一一次成功的戒烟就是在船上，因为你买不到就没得抽嘛。而且我在船上的时候，是我看书最看得进去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想，要不我去船上 gap 1年吧，然后我就翻我的证书，我发现已经过期了，更想去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罗。